白天刚拿下千万级大项目，我却因为连熬3个月，胃病犯了。看到群里的欢呼时，才知道今晚有庆功宴，且就在我家不远处。我只当是顾川忘记通知我，于是刚刚吃了2片药略有好转，我就来了。刚走到包间门口，就听到里面的人说：“恭喜川哥，还是你手段高明，分币不花，钓得周晴乖乖卖命。这次奖金也不分他，咱们每人还能多得10万块。万一他找我们要怎么办？哪次不是川哥夸他2句就够了？女人恋爱脑都这样。他要是知道被公司开除，也是个阴谋，不得炸了啊！”旁边的人立刻做了个噤声的手势。顾川不屑地笑笑，摆手示意，转头拉起身边女人的手，放在嘴边轻吻了一下。圆圆，我有1000万了，可以跟我在一起了吗？叫做冯圆圆的女人眉目如画，撩了撩耳边的碎发，嘴角微勾。我要是答应你，周晴怎么办？提他做什么？顾川轮廓分明的侧颜似是不悦，该不会你吃醋了吧？我保证只爱你一个。他满怀深情，神色希冀，是我从没见过的样子。奢华的戒指套上无名指，我看到他们在欢呼和鼓掌中紧紧相拥在一起。亲一个，亲一个。我呆立在门外，心里好像结了冰。怪不得我辛辛苦苦干了1年，1毛钱工资都没有，更别提奖金了。我只当是公司创业期不赚钱，心甘情愿贴钱付出，谁知竟被私吞瓜分。怪不得顾川最讨厌我提钱。周晴，我们是为理想和情怀奋斗，老是钱钱的，多俗啊！从此以后，我便再也不提。每天转3趟地铁，来回4个小时，给他送饭，帮他打理猪窝一样的办公室，晚上点灯熬油赶方案。外卖从来只点1份菜，2份饭，我们2人吃。我怕他不饱，借口保持身材，只加1、2口。日子艰难，我却心里喜悦，我们这样好像一家人啊，嘻嘻。没想到公司壮大以后，吸我的血，坑我的钱就算了，还追别的女人。我定了定神，抬手推门。故作无意，怎么开庆功宴还偷偷背着我？空气骤然结冰，所有人张大了嘴巴。顾川神色微变，盯着我：“周晴，你怎么来了？”我淡淡微笑：“我不能来吗？”顾川摸了摸鼻子，猛然发现怀里还抱着人，赶紧松手。冯圆圆抚着刘海，笑道：“周晴姐生病好了吗？我没让阿川通知你，怕影响你康复。”我看着他手上的钻戒，哇，好大颗好闪啊！上周就看见顾川神神秘秘说准备惊喜，可笑我还暗自开心。我问顾川：“今天什么日子？你记得吗？”他眉头微皱，疑惑道：“不就是拿下项目的好日子吗？怎么啦？”哦，顾川恍然大悟，转头对冯圆圆说：“是你收养小咪的3个月纪念日。”小咪是他养的猫。我感到胃里一阵翻江倒海。1盒生日蛋糕被我放在桌上。你猜对了，祝小咪生日快乐。我胃还有点疼，先走了。我转身离开包间，跌跌撞撞回家，一头扎在床上。他果然忘了，今天是我生日啊。他还说过要准备惊喜给我的。我打开冯圆圆的朋友圈，配文：庆功宴秒变生日宴，连我的猫都在他心上哦。照片里是他的猫，衔着一双男士拖鞋，站在价值不菲的花瓶边。这个花瓶还是我帮他挑的。我想起他曾经认真地歪着头说：“男人娶花瓶有什么用？还是要找周晴这样既漂亮又能干的女人。”我心里甜甜的，把玩笑当真，更加义无反顾地支持他。我不顾胃痛，仰头喝了一杯红酒，眼睛里有热泉涌出，这就是脑子里进的水吧。直到早上5点我才沉沉睡去，醒来时手机跳出一条消息：“怎么样，胃痛好点了吗？”我在楼下。我盯了屏幕5分钟，拿起手机回：“好多了。”顾川立刻回个猫猫开心表情：“下午有客户来，我来接你，中午一起吃饭。”略微间隔，又补了一句：“没你可真不行。”我隔着窗子看着楼下的人，面无表情地穿衣收拾下楼。顾川倚靠着车门，一夜春风意气风发：“生日快乐！我真该死，竟然记错了你的生日，真是对不起。”他愧疚地敲了下头，将一束鲜花递过来。粉玫瑰，这还是顾川第1次送我花。曾经我多次幻想过他送我花的场景，可如今终于等到，我的心却意外的平静，甚至有些疲惫。我抱着那束花，像往常一样拉开副驾驶车门，却看到驾驶位上的贴纸“女友专属座位”。他略微迟疑：“那个圆圆说这是他的专属座位，要不你坐后面？”我捏紧手中的花，
僵硬地扯了扯嘴角。行。顾川察觉到我的情绪，开口：圆圆她心眼小，哪比得上你宽容大度，别介意。我没说话。顾川新租的公司在大厦8层，宽敞明亮。客户约了下午1点半，现在刚过12点，恰逢饭点。停好车，我们走进楼下一家粥饼店。你胃刚好，不要大吃大喝。我点头，果然他还是体贴的。不一会，菜上齐了。我拿起筷子刚要吃，只见顾川举起手机，咔嚓一张照片，兴致勃勃发微信：吃午饭也要报备啊？我假装不经意地问。他没回答，下一秒，顾川手机震动。他走出去接起电话，回来时面色焦灼。周晴，你自己先吃，等下就直接上楼，帮我把接待用的材料赶紧准备一下。圆圆被热牛奶烫到了，我得回家。等不及我答话，他已经匆匆走出店。我一个人默默吃完，上楼布置会议室，准备宣传册和 PPT， 还有矿泉水和水果。甚至忘记了，这些本该是作为前台的冯圆圆的本职工作。那束粉玫瑰被我精心修剪，插进花瓶，珍爱地摆在工位上。哇，晴姐什么时候有男朋友啦？晴姐这么能干，身材又好，没人追才奇怪吧？我连忙摆手笑道：哪有哪有。直到我听到2个女生小声蛐蛐：这不是昨晚圆圆嫌破烂丢在地上的那束粉玫瑰吗？怎么在周晴姐这？可不是吗？我看连纸签都一模一样，上面还有鞋印呢。笑死了，别人不要的东西当个宝似的。刚才没注意，我立刻翻出纸签，果然只剩半边，还留着脏污，花瓣上也沾着尘土。送走客户，我把顾川堵在会议室。花是哪来的？圆圆不要，扔地上又捡起来送我吗？或许是我太少这么质问他。顾川愣了一下，皱起眉头：有区别吗？都是我买的。那能一样吗？我嫌脏，我把花丢在他脚下。顾川见我生气，柔声讨好：那我重新定一束好吗？对了，今天客户提的需求很急，你晚上加会班吧。看看我的脸色，又补了一句：你知道的，只有你做我才放心嘛。晚上人都走光了。我失神地坐在电脑前，回想起过往的一幕幕。有多少次我被他的甜言蜜语哄骗，出钱出力，记不清了。这时手机跳出一条信息：考虑好了没？死丫头。陆星宇，顾川的死对头，也是我大学时期的师兄，陆氏集团的当家人。顾川和冯圆圆在夜店狂欢，有意无意地忘记屏蔽我，他们的快乐在惨白的屏幕上分外刺眼。我毅然退出项目组群聊，想了想，再次打开对话框：师兄，上次开的价还作数吗？本以为陆星宇已经睡了，没想到一个电话飙了过来，约我第2天吃饭，年薪100万，外加10%股权激励，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。我不再犹豫。吃完晚饭，陆星宇去取车，我一抬头就看见顾川，他气势汹汹地质问：怎么回事？你怎么退群了？你一声不吭地走了，我的项目怎么办？哎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他脸上青一阵白一阵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一字一句问道：顾川，我们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他双唇失去血色，嗫嚅着却没发出任何声音。这双柔软的唇瓣也曾落在我的额头、脸颊和唇角。不是男女朋友，甚至连劳动关系也没有。我暴毙审笑。当初顾川空口白话，所谓的20%提成，连个合同都没有，甚至连社保都是我自费交的。顾川急了，一把拉住我的手，强行把我拥入怀中。好了好了，别耍性子了。我承认是我不对，下周的晚宴很重要，关系到合同最终签订。帮帮我，我离不开你。我冷冷推开他。离不开我？又想让我挡酒？看我出丑？我永远也忘不了那次他假托冯圆圆酒精过敏，反而让我挡酒。明知我酒量差，还是把我记了。我喝醉了，扯着头发，一把鼻涕一把泪。顾川，呜呜，这个世界好残酷啊，好残酷，丢死人了。谁这么不长眼？一看发送者竟是顾川。冯圆圆还在一边幸灾乐祸。我质问他，为什么我就要挡酒，而冯圆圆不用？他耸耸肩，谁让你全能呢？对不起，我没兴趣，我淡淡的。顾川仿佛一只泄了气的皮球。姓陆的，给你1个月多少钱？1万。15000。他狠心咬唇道：我出双倍怎么样？我已经跟财务查过账了，1年来帮他赚了近1000万。
此刻，他穿着10几万的高定西装，给我开价，却心疼的咬牙切齿，活像个小丑。我觉得好笑，太好笑了。抱歉，他现在身价年薪150万，折合月薪12万5。顾总出双倍吗？陆星宇不知什么时候站在我身边，微笑看着顾川。顾川脸色顿时变得青黑，眼里着了火似的。这时，一个倩影拉开崭新迈巴赫的车门，款款走来。好巧啊，周青杰你也在这儿啊！冯媛媛穿着高领旗袍，身姿曼妙，手里拎着爱马仕。哟，什么时候换新车啦？我揶揄道。我随口说喜欢，阿川就买给我了。他拉住顾川的手，阿川，我又看上一个新款，跟晴姐很搭，不过他好像买不起哎。我低头看了看手里普通的帆布袋。哦豁，一看就很穷对吧？谁说周晴没有？她只是不像某些女人，只会靠外界标榜自己，越没什么越炫耀，只会爬床妄想一夜暴富。陆星宇冷若冰霜，意味深长地看着冯媛媛。冯媛媛不自然地退后一步，陆总，你也在。直觉告诉我，他们不是第一次见面。什么爬床？爬睡的床？我八卦心顿起，飞快地跟陆星宇对视一眼。顾川脸色苍白，手指点着陆星宇的鼻子。你果然早勾搭上小白脸了。顾川，请你说话注意点，我忍无可忍。顾川软下嗓音，语气里有些无奈。我亲爱的晴姐，你闹够了吧？只要你回来，你的项目提成我1分不少。先前只字不提，现在想起这茬了。如果不呢？我冷冷地问。哼，那就别怪我了，你1毛钱都拿不到。他咬牙切齿道。陆星宇愤愤不平，上前一步挡在我面前。顾总，做人要讲道义，答应好的事还反悔，算不算男人？陆星宇，周晴还没有决定答应加入你们吧？是不是高兴得太早了？顾川冷嘲热讽。我大声说，已经决定了。周晴，你别冲动。顾川气急败坏，面向陆星宇怒道，你到底给他什么好处？他怎么会答应？当然是真诚喽。哦，对了，还得感谢顾总你有眼无珠。说罢，陆星宇嘴角微翘，大手用力揽住我的肩。身后的顾川眉头紧锁，一脸隐忍和怒意。冯媛媛摇着他的手臂，我就不信，凭你的能力，没他还不行了。顾川望着前方两人的背影，罕见的有些出神，被冯媛媛提醒，才终于回过神来。他很快镇定下来，又露出势在必得的笑。放心吧，周晴怎么可能舍得离开我？我一定让他后悔。上了车，陆星宇关切地问道，你脸色不太好，不舒服？我心情复杂，可能胃又疼了吧。他反身从后座拿过一个保温壶，养胃汤，按中医食疗方子熬的。喝吧，或许管用。我喝了一口，胃里暖暖的。晚宴你想去吗？如果不想就别去了，先养好身体。别理顾川，凭什么不去？我要让他体会到什么是绝望，什么是失去大动脉的感觉。冯媛媛，你们以前认识？我好奇。从前是我们公司的前台，很漂亮，但是能力不行，而且作风不好。爬你的床？有一次出差，半夜溜进来的，第2天被我开除了。他语气平静。哎，真是不解风情，可惜了，我替他惋惜。陆星宇深深看了我一眼，从兜里掏出一张黑卡，卡里有200万，收下吧。我立刻捂住脖子，警觉地盯着他，什么意思？包养我？老娘可不是那种女人。他看了看我，不由轻笑，不是我，是我老师，也就是你爸给你的。他想你了，还不肯回家吗？师兄，你不怪我吧？陆星宇不但我爸的得意门生，还是他千挑万选的准女婿。当初大学一毕业，老爸勒令我跟师兄结婚，继承家业。我不愿意，便大吵一架，离家出走，自此没要过家里1分钱。好几次老爸劝我回去，我却野了心。望向窗外的车水马龙，心里突然涌起难以言明的感觉。行业论坛上，顾川作为新秀发言，妙语连珠，惹得掌声雷动。我看着屏幕上放映的 PPT， 还是我做的那版，顾川连个标点符号都没改。当初顾川焦急万分，说他的演讲马上开始，但 PPT 出了问题，只要5分钟就能改好，求我一定帮他。没想到第2天我就被死对头举报了，理由是工作期间干私活，有视频为证，我百口莫辩。而我被开除后，死对头顺利升任总监，好好的饭碗砸了。顾川第一时间跑来安慰我，并力邀我加入。只有一点，我一直都没想明白，
当时为了避开同事，我特意去外面的咖啡厅，前后不过10分钟，怎么那么巧就被死对头拍到呢？我这么倒霉。晚宴上，甲方把陆星宇、顾川、冯媛媛和我安排在同一桌。甲方老总点名道：“小顾，你们上次提案创意新颖，排名第1，但不要骄傲。2轮汇报准备的怎么样？务必要详实落地，能不能做到？”顾川欲言又止，用眼睛瞟了瞟我，我假装没看见。冯媛媛娇声道：“王总，您就瞧好吧。所有创意都是顾川亲力亲为，每天熬夜到3、4点，就为追求完美，是吧，顾川？”我瞪大眼睛看了看顾川，他迅速移开目光，不敢看我，默认一切。陆星宇接过话头，端起酒杯调侃道：“王总，您可别偏心啊，谁不是带着诚意制作来的？说不定这次黑马就在我们之中。”晚宴结束，顾川拦住我：“周晴，我们谈谈吧。”没什么好谈的，我平静如水。你别太拿自己当盘菜了，真以为我没你不行？顾川脸上骤然现出怒意。既然顾总这么行，就劳烦你把欠我的提成3天内打到银行卡上，咱们一笔勾销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我冷冷地说。顾川黑了脸：“你当真要帮姓陆的？要不要赌一把？”我突然来了兴致。赌什么？他一愣。赌项目最终花落谁家？你中了，我就放弃应得的提成；反正我中了，你可得信守承诺，把之前答应我的50万提成如数奉上。你赌就赌，怕你不成？他狠狠咬着牙，如果我赢了，你不但要放弃提成，还要乖乖回到我身边。3天后，汇报厅，顾川第一个汇报完毕，他嚣张而得意地朝我扬了扬眉。终于轮到我和陆星宇进场，评审官们对方案展现了极大的兴趣，频频交头接耳，所提疑问全部应答如流。根据项目机制，1轮和2轮分数权重相加，名列第1的候选人中标。下午4点多，最终名次出来了，我们的方案遥遥领先，排名第1，而顾川倒数第2。我和陆星宇击掌庆贺。顾川铁青着脸，狠狠地吸了一口烟。冯媛媛专注地划着屏幕：“亲爱的，这2个新款爱马仕哪个好看？我都想要。”顾川把手中的烟头踩在脚下，抢过手机：“买买买，就知道买，钱都让你败光了。”冯媛媛撒泼起来：“你凶我？你竟然敢凶我？你自己能力不足，怪谁啊？我就说找人送礼打点，你偏不听，1根手指头就能对付周晴。这下好了，煮熟的鸭子飞了，到手的项目黄了，你还怪我？”顾川一把捂住他的嘴。冯媛媛痛苦地发出呜呜呜的声音。众人面面相觑，见过虎的，没见过这么虎的。顾总，愿赌服输。我嘴角微扬，伸出手来。真没想到，过阵子吧，我最近手头有点紧。顾川强装镇定，表情扭曲。也对，又是迈巴赫，又是爱马仕的，钱花光了是吧？那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揶揄道。顾川气不打一处来，恨恨道：“还不是你临阵倒戈，给我造成多大损失？没找你赔偿就不错了。再说咱俩口头协议，你有什么证据？有本事告我。”无语，一整个大无语。顾川稳定了下情绪，转而朝陆星宇挤出一个难看的笑：“陆总，要不这样，这个项目咱们俩合作。”陆星宇，你没吃错药吧？冯媛媛擦了擦眼泪，抱住顾川的腰：“对不起，亲爱的，我错了，不该胡说的。周晴姐一定是生我的气，才不肯帮你。没事的，你能算计她被开除1次，就有第2次。”顾川刚稳定的情绪再次被点燃，扒开他的手臂，回身扬手扇了一巴掌。住口！什么？我怎么也想不到，当初被公司开除，竟是顾川一手策划。他说的是真的。在我的严厉质问下，顾川终于承认，以前我兼职帮他赚钱，尝到甜头，又不肯辞职 ，Allen 才想出这招。那天，顾川故意骗我改 PPT， 提前得到消息的死对头悄悄跟着我，拍下证据。最后，他理直气壮地说：“那又怎么了？你现在还不是因祸得福，年薪100万。”得知真相的我差点气晕，你还有理了？我掏心掏肺的帮你赚钱，帮你创业，你这样算计我，我真傻。你不是傻，是犯贱。说2句好听话你就上头，1分不要倒贴干活，不是贱是什么？顾川突然发疯，我感到一阵眩晕，胃里似乎被什么揪着，剧痛无比，浑身冷汗直流，双腿一虚，
幸好陆星宇眼疾手快，将我抱在臂弯之中。送我回家，好吗？好。陆星宇脱下外套，盖在我身上，将我公主抱。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不是的，顾川哑着嗓子试图辩白。陆星宇高大的身躯仿佛有一种无形压力，逼得顾川后退2步。顾总，请你让开。我虚脱无力地靠在他的肩膀，脑子里不住回想，这3年我到底被灌了什么迷魂汤？怎么会对顾川那么死心塌地？我很贱，对不对？烂人，这个烂人，我迷迷糊糊自言自语。不是的，你只是被骗了。陆星宇心疼地叹了口气，以为自己很爱他，愿意付出一切。可就算爱，也要爱一个本身就很好的人啊。先别说了，去医院。车子急速开向最近的社区医院。等我醒来时，已经是第2天中午，手上挂着吊瓶。陆星宇坐在旁边剥橘子，一点点撕下瓣膜，光滑的橘瓣喂我嘴里，搞得我有点不好意思。想吃什么？花生粥。趁着他下楼去买粥，我似乎看见一个人影在病房门外鬼鬼祟祟。门开了，是顾川。你来干什么？我别过脸。我来看看你死了没有。顾川像往常一样笑着，把身后的物件藏了藏。他可真有脸。那恐怕要让你失望了。我的声音平静如水。开玩笑啦。当当当，顾川变戏法一样从身后拿出一把吉他。我记得你以前最爱听我弹吉他。说吧，今天想听哪个？我唱给你听。我想起第一次见他的样子，朋友聚会中，他坐在聚光灯下低吟弹唱，闪烁的灯光将他的侧脸轮廓映得棱角分明。我对他一见钟情，但此刻我只觉得兴趣索然。拜托，这是病房。我知道，我只是想给你赔罪，只要能让你消气。他不由分说拉过一把椅子，摆好姿势，琴音流淌。谁知刚试了2个音符，就被路过的护士训斥：弹棉花那个，出去弹，禁止喧哗。他连声答应，赶紧放下吉他。看起来陌生而温顺，这是我认识的那个不可一世的顾川吗？阿晴，你能原谅我吗？我决定跟圆圆分手。她不是我想要的那种女人。我现在才明白，最爱的人是你，我根本离不开你。我只希望能重新回到你身边，回到我们并肩作战的日子。战无不胜。那么美好，你都忘了吗？我沉默片刻，可是我不想要你了。什么叫不要我了？他瞪大眼睛。你从来都不爱任何人，你爱的只有你自己。顾川张开嘴，还想说什么。阿川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冯媛媛不知怎么找了过来，说好在外面等我的。他手里拿着 B 超单子。你检查完了？为什么会肚子痛？顾川尴尬地转移话题。冯媛媛喜笑颜开，迫不及待将手上的单子展示给他看。因为我们有孩子了呀。阿川，我怀孕了，你要当爸爸了。一瞬间，顾川呆住了。孩子，顾川有点不可思议。可是我们每次都有带。可是什么？阿川，我们结婚吧，好不好？面对着眼前雀跃的人，顾川却沉默下来，嘴唇嗫嚅，却终究什么也没说出来。顾川曾说过自己不想结婚，他的父亲曾告诫他与他母亲分房10余年，既迫于舆论无法抛妻，又不能光明正大找新人，所以顾川决定养育子女，但不想结婚。第一次听到他这种言论，我严厉反驳：你将孩子的母亲置于何地？我请问呢？他哑口无言。陆星宇手上拿着餐盒，立在门口，目光担心地看向我。本以为听到这个消息，自己会很难过，可心中毫无波澜，甚至只想看戏。顾川很犹豫。冯媛媛为此事闹着要自杀，并且声泪痛下：阿川，就算你不要这个孩子，我也要把他生下来，哪怕一个人抚养他长大。梨花带泪，看得顾川心疼，对于婚事却一拖再拖。后来顾川跑来找我，神色困顿，满脸胡茬。阿晴，只要你原谅我，回到我身边，我就让他把孩子打掉，给他一笔分手费。他跪下来求我。我看着他的脸，我们不可能了。顾川，她是你孩子的妈妈，不是吗？顾川失望地发呆。直到冯媛媛怀孕6个月的时候，顾川才终于答应领证，但他梦想中的盛大婚礼也遥遥无期。女儿出生后，冯媛媛点名要爱马仕做礼物，被顾川拒绝。他愤怒地发现，原来表面光鲜的顾川实则负债累累，便质问顾川钱都花哪儿去了。顾川勃然大怒，摔了杯子吼道：花哪儿了？还不是给你花了。
要是你有周晴一半的能耐，我的负债早就还清了。败家娘们，当初真该让你把孩子打掉，我就该娶周晴，娶你这个花瓶有什么用？好啊，顾川，我就知道你心里一直惦记着周晴，我全心全意爱你，可你呢？吃着碗里的，看着锅里的，还不是你天天花钱？不花钱会死吗？顾川，我死给你看！我无暇顾及这对怨偶争吵不休，全心扑在项目上。我才发现，原来并非如顾川所说，他是我唯一的伯乐。陆星宇说我本身就是个很好的人，到哪里都会发光的。难怪他笑着看我的时候，眸子里也闪着光。项目竣工，大获成功。庆功晚宴在海上游轮举办，一片张灯结彩。陆星宇忙着接待来宾，几乎行业内人士都来了，也包括顾川。顾川跟同行们谈天说地，而冯媛媛挎着他的胳膊，四周环望，一言不发。突然，整个游轮陷入黑暗之中，天上出现了一幅巨大的女孩头像，是无人机表演。这个头像怎么觉得好像周晴姐？无人机变换着图形，组成我各个角度的照片，在夜空中独一无二。音乐响起，烛光中，服务生缓缓推出一个6层的巨型蛋糕，上面写着“祝周晴生日快乐”。是的，今天是我生日。一架微型无人机悬在半空，将一个精致盒子送到我面前。打开它，陆星宇轻声说道。打开盒子，是一枚硕大的鸽子蛋钻戒。我情不自禁捂住嘴巴。陆星宇郑重其事地捧着硕大花束向我单膝跪地。周晴，我喜欢你很久了，嫁给我好吗？我一时呆住，没反应过来。陆星宇向我表白了。哇，好浪漫啊！双喜临门，恭喜陆总和晴姐。我茫然点头，缓过神的时候，鸽子蛋已经套住我的无名指。许愿吧。我许了愿，所有人齐声欢唱生日快乐歌。只有顾川和冯媛媛站在较远处，脸庞隐在暗处，晦涩不明。陆星宇伸手邀我一起切蛋糕，并宣布狂欢晚宴开始。与此同时，对面的海岛上烟花升起，绽放，整个天空顿时绚烂无比，人们纷纷涌上甲板，欢呼雀跃。陆星宇先去忙了，我拿起一杯香槟，走到甲板的角落，突然感到身后被人狠狠推了一把，我失去平衡，从栏杆上翻坠下去。情急之下，我本能的双手扒住船帮，身体悬在空中，而脚下是暗夜里汹涌的海水。冯媛媛苍白的脸从上方探了出来，扭曲变形，露出一个癫狂讥讽的笑。周晴，你好有本事啊！我做了那么多，甚至不惜刺破避孕套怀上孩子，顾川才愿意娶我。可他竟然为你，我们倾家荡产，这回你满意了吗？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我感到手指痛得快要断掉，拼尽全力往上爬。别装了，他跟我说要还你那50万，甚至不惜卖了我的迈巴赫，我的爱马仕。凭什么？那是我的。我没有，我喘不上气，我不活了，你也别想活。给我，去死！他歇斯底里的嘶吼，上前扒开我的手指，将鸽子蛋狠狠拽了下来。烟花燃尽，夜空突然静了下来。他的声音划破天际，分外刺耳。人们好像突然反应过来，大喊着有人掉下去了，快救人！报警啊！就在我向下坠入海水的瞬间，我看到陆星宇和顾川几乎同时飞奔到船边，朝我伸出了手。陆星宇没有丝毫犹豫，跟着我跳了下来。转醒时，我浑身湿漉漉的，打着冷战，一张张脸在面前闪烁。我吐了几口水，又昏了过去。迷迷糊糊中，有人帮我做人工呼吸，是浑身是水的陆星宇。他拼命按压心脏，大声喊：“不要睡，周晴，醒醒！救护车，快抬上去！”仿佛还看到顾川激烈地撕扯着冯媛媛。世界好安静，我什么也听不到。再次醒来时，我已经在医院，幸好抢救及时，没什么生命危险。晴，感觉怎么样？陆星宇握着我的手，温柔地问。他似乎一夜未合眼，眼眶猩红，面容憔悴。我没事，我微笑，谢谢你，星宇。以后我得寸步不离地看着你，保护你，才能放心了。是吗？好好的老板不当，改当保镖了？我开玩笑。昨天发生了什么？我只记得冯媛媛推我下水，后来呢？我问道。警察来了，把他抓了。他想跳海自杀，被顾川拦住了，还抢了你的戒指。顾川卖了车，卖了戒指和包，
是为了凑钱给我的。不是的，顾川先前借了很多高利贷，以贷养贷越滚越多，不敢跟他说，于是拿你当借口而已，卖的钱都还债了。原来如此，现在他们人呢？人还在拘留所，但冯媛媛杀人未遂，大家有目共睹，逃脱不了，过阵子就会起诉。顾川呢？四处奔波，想取保候审，还找你，被我拦住了。我轻轻叹了口气，怎么，你不会？陆星宇明显知道我在想什么。我摇摇头，一个人的极度贪婪之心就像野草一样，如果不拔掉，会一直疯长的。做错事就该受到法律的惩罚，不光为我自己，也为以后的千千万万人。我才不当圣母，也不当舔狗。陆星宇将我拥入怀中，没有标签，不被定义。你，就是你，这就够了。物归原主。左手无名指上的戒指闪耀光泽，像陆星宇看我石眸子里的光。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看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就给我点赞订阅一下吧。衷心祝您吉祥如意，万事顺心。